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智能进化的隐秘代价。大模型智能体在自我进化中会遗忘旧能力，能力侵蚀是智能持续增长的隐藏陷阱。该发现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前沿人工智能代理研究。能力侵蚀不仅降低性能，还可能破坏安全对齐。研究团队提出了 CPE 保护框架来应对这一危机。CPE 保护框架的目标是保护旧能力并吸收新知识。这项研究探索了终身学习的稳定性与可塑性边界，它为构建持久可靠的通用智能迈出关键一步。理想模型假设智能体能自主进化，它在无需人类干预下持续学习。4大核心维度支持这种增长。工作流用于优化推理路径，技能模块积累可复用的能力，底层模型可以进行自我训练，持久化记忆构建经验存储。但这一假设忽略了实际进化中的破坏性干扰。自我进化的理想假设是能力单向增长，但实际曲线显示并非如此。蓝色预期线是平稳的指数上升，红色现实线却在波动后断崖式下跌。这意味着适应新任务时旧能力正在被摧毁。进步往往以牺牲基础能力为代价，这种隐藏缺陷被称为能力侵蚀。进化并非单向向前，而是有代价的。能力侵蚀描述的是智能体在学习新任务时旧能力逐渐崩溃的现象。流程图清晰展示了从完美掌握到能力崩溃的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智能体已完美掌握任务 X， 能力 A， 带绿色勾选。随后，智能体的任务目标转移，聚焦到新任务 Y 上。第3阶段，新技能 B 达成，但旧技能 A 变为红色叉号。获得新能力的同时，旧有的支撑结构被破坏，这源于新旧任务之间的参数或结构冲突。理解能力侵蚀是后续提出保护方案的重要基础。能力侵蚀有3种典型表现。第一种是回顾性衰退，旧任务在新数据微调后准确率断崖式下跌。第二种是行为策略漂移，工作流变得冗长且充满冗余步骤。第三种是泛化能力崩塌，推理空间变窄导致技能与记忆冲突。这些表现共同揭示了能力侵蚀的全面危害，理解它们有助于后续提出针对性保护方案。破坏性干扰是能力侵蚀的真正根源。所有进化维度共享同一个可变存储库，新任务的优化更新会粗暴覆盖旧结构。这种覆盖效应并非偶然发生，它是无约束自我修改的结构性必然。只要智能体自由重写存储库，能力侵蚀就无法避免。这正是旧能力被系统性摧毁的根本机制，理解它才能设计针对性的保护策略。数学视角揭示了能力侵蚀背后的几何根源。新任务的更新方向明确由向量 GT 表示。旧任务稳定区对应海森矩阵的正曲率方向。根据命题1，两者重叠会导致灾难性干扰。该公式定量刻画了干扰的强度，即使更新提升新任务表现，也可能破坏旧任务。这解释了为何好的更新也会成为破坏者。理解局部曲率机制是设计保护策略的基础。破局之道来自能力保留进化，简称 CPE。旧范式 Vanilla 盲目更新，导致能力漂移。新范式 CPE 引入通用稳定原则，它在获取新能力的同时加装防护盾，核心目标是迈向新任务时破坏最小化。图中红色感叹号标示旧范式的警告，绿色盾牌图标代表 CPE 的稳定保护。这并非阻止进化，而是选择低干扰路径。CPE 的核心法则由一个优化目标公式来具体表述。公式由新任务、损失和稳定性约束2项组成。左侧的损失项代表可塑性及学习新任务的渴望，右侧的稳定性正则化由 lambda 乘以 omega 项实现。omega 项的使命是引导智能体选择低干扰路径，它并非阻止进化，而是寻找对旧任务破坏最小的方向。工作流、技能参数与记忆各有专属正则化策略，最终实现可塑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。工作流进化中隐藏着一种复杂性陷阱，智能体为适应复杂任务会自我优化，但这种优化倾向于添加繁琐的校验和子步骤，原本简洁的直线工作流变得冗余复杂。这就是所谓的策略漂移现象。策略漂移导致简单任务充满执行噪音，原本一击即中的操作现在频频拖把。能力侵蚀在工作流维度上正是如此表现。CPE 在工作流维度上的效果得到了实验数据的直接验证。测试在3个领域展开，分别是航空、零售和电信。每个领域都同时评估简单任务与复杂任务的得分。
基线方法 Vanilla 进化后，简单任务准确率暴跌至 41.8%， 这印证了策略漂移对基础能力的严重破坏。而 CPE 通过约束破坏性漂移，将简单任务保留率逆转提升至 52.8%。更重要的是， CPE 并未牺牲复杂任务的适应能力。数据表明， CPE 成功在性能与稳定性之间找到了更优平衡。技能库进化面临容量瓶颈，智能体最多只能存储约30个技能。新任务入侵时，旧技能会被粗暴的物理擦除。例如，任务欲从代数转向几何，再转向数论，数论技能就会覆盖几何技能。这种覆盖不是逻辑替换，而是类似推土机式的抹除，留下的技能碎片会被标注为遗忘，无法再被调用。能力侵蚀在技能维度表现为泛化崩塌，旧知识彻底丢失。这意味着智能体无法同时应对多个领域的任务。无约束的进化只会让技能库不断遗忘，而非积累。CPE 采用保留型巩固策略，应对技能库容量瓶颈，在接纳新技能前，强制审查技能库的语义重叠与关联，通过语义合并，将相关旧技能融合成更通用的模板。例如，几何与数论技能可合并为多用途模板，旧技能不再被粗暴覆盖，而是被保留并整合到新模板。新旧技能在库中实现和平共处，从而避免了遗忘。合并后的巩固模板成为可复用的多用途技能。这一机制确保能力不断积累，而非简单覆盖旧知识。基于 GPT-4o Mini 模型的数据显示， CPE 显著减少技能遗忘，而传统进化方法导致早期技能使用率断崖式下跌。CPE 则维持了广泛的鲜艳技能稳定调用水平。在代数任务保留率方面，传统方法表现持续恶化， CPE 几乎画出一条完美的保分水平线，保持平稳。这证明 CPE 能有效保护旧有技能知识不被覆盖，能力保留并未以牺牲新任务适应为前提条件。CPE 实现了新旧技能的和平共存储与高效调用。CPE 保护技能的底层机制可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看清。该具体案例是一个复杂区域面积计算模板，模板标签包含二次与几何两种问题类型，指令集分割多边形计算面积并验证约束。CPE 为每个技能打上严密的问题类型标签，智能排序依据标签重叠度与历史成功率检索，检索时精准避开无关技能的调用冲突，这保护了代码纯洁性与模板的稳定。模型参数进化面临漂移危机，底层神经网络参数剧烈变化，在自我对抗训练的微调中，参数会迎合新分布而漂移。CPE 引入参数级保留，使用正则化惩罚识别关键权重，这些关键权重对历史任务至关重要，会被冻结保护。仅允许非关键参数为新任务进行自适应更新，保护区域的参数连线整齐，未保护区域呈红色锯齿状。这种机制平衡了稳定性与可塑性，防止旧能力被覆盖。CPE 的权重守护是长期自主智能体安全进化的基础。在记忆进化中，新记忆会与旧记忆争夺检索额度，外部持久化记忆库是可变存储库，新条目会抢占有限额度。这种驱逐效应导致高价值旧记忆被挤出。CPE 通过优先过滤器来管理内存预算，它优先压缩证据价值较低的新条目，释放空间，同时强制保留高稳定性和高实用价值的锚点记忆，这样在检索预算受限时维持关键记忆。锚点记忆成为长期稳定的参考，避免核心经验被遗忘。对比表格从4个维度揭示两种范式的主要差异。工作流方面，传统范式导致策略漂移与执行噪音， CPE 则约束破坏性漂移，保持工作流简洁直接。技能库中，传统范式因容量耗尽粗暴覆盖旧技能， CPE 采用语义合并与压缩，从而保证多任务和平共处。参数集上，传统范式迎合新数据导致参数漂移， CPE 惩罚敏感方向更新，锁定重要历史权重。记忆库中，传统范式驱逐高价值旧记忆， CPE 保留锚点。CPE 成功打破了稳定性与可塑性之间的经典困境。帕累托最优曲线显示，传统范式位于其1点上， CPE 的位置更靠近右上方，表明它摆脱了传统权衡。论文数据证明， CPE 并未牺牲新任务的适应力，它通过低干扰的帕累托最优解强化旧能力留存。多项测试显示， CPE 在新任务泛化上表现更强，这打破了直觉，
保护旧能力不会拖慢学习速度。CPE 因此实现了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智能进化。能力侵蚀的威胁远不止性能下降，智能体在适应新任务时可能遗忘功能性规则，这包括安全护栏与价值观对齐等关键约束。遗忘这些约束会导致智能体在迭代中悄然失控，这种现象被称为能力漂移引发的安全危机。CPE 通过遏制漂移为安全对齐提供了基础保障，它确保长周期自主智能体不会逐渐黑化，这是迈向安全自我进化的关键基础设施。自我进化并非单向增长，而是自带破坏性。无约束的持续学习必然伴随旧能力的流失，干扰是万恶之源，工作流、技能或参数的改写都会引发冲突。底层可变存储库的重写机制是遗忘的根本原因。CPE 提供通用解法，通过保留正则化驾驭进化轨迹，每次更新时引入正则项，约束破坏性干扰。这意味着智能体可以在获取新能力的同时守住旧底蕴。CPE 为长周期自主智能体的稳定进化奠定了基础。CPE 框架给出的核心启示非常明确：稳定方能致远。构建长周期智能体，既要学新知，也要守旧有。CPE 通过正则化约束，在更新中保护关键结构，这标志着向持久可靠的通用智能迈出关键一步。但 CPE 并非终点，需在更大规模、更长时间验证。未来可研究如何降低正则化计算开销，也可将 CPE 推广至多模态与多智能体场景。安全对齐与能力保留的结合值得深入探索，唯有在可塑性与稳定性间找平衡，方能持续进化。